府27号决定将韩国重新纳入出口白名单，两国长达4年的半导体原材料出口管制纷争告一段落。为何韩国舆论认为这是在韩国单方面让步下达成的妥协？实际上，历史问题不解决，日韩贸易争端恐怕是按下葫芦起来瓢。美国大力撮合，日韩快速拥抱，一切都是服务于美国人的利益。美国拉的芯片四方联盟希望整合日韩半导体产业，与美日韩三角军事同盟一样，针对中国的意味明显。日本政府27号在内阁会议上敲定部分修改出口贸易管理令，将韩国重新纳入出口白名单。修改后的政令将于6月30号颁布，并于7月21号正式生效。届时，日本对韩出口产品或提供技术时，可适用一揽子许可。这意味着相关项目的出口不需要再进行逐案审查，大大提高外贸效率。韓国との間では今後とも双方の制度または運用全般に関し政策対話を継続し、必要に応じて制度または運用の見直しを含め適切な対応を講ずるフォローアップの枠組みについても合意をいたしました。韩国总统室发言人李度运表示，日方举措象征着两国在出口管制领域完全恢复互信，韩方表示欢迎。由于进出口程序得到简化，两国交流与合作有望进一步加深。日韩发生出口管制纷争还要回溯到4年前。2018年，韩国最高法院2度判决日本企业赔偿殖民朝鲜半岛期间强征的韩国劳工，并扣押日本相关企业在韩资产。为反制韩国，日本政府宣布自2019年起对3种出口至韩国的半导体产业原材料强化审查，随后把韩方排除出可以获得贸易便利的出口白名单，理由是出于安全保障考虑而进行的适当出口管理。随后韩方也将日方拉黑，两国关系迅速恶化。被日本方面禁止向韩国出口的3种半导体原料属于卡脖子科技，包括氟化聚酰亚胺、光刻胶和氟化氢，主要用于智能手机面板以及电视的液晶屏。光刻胶也是半导体产品的8大核心材料之一，占晶圆制造成本的5%。日方的制裁扰乱了韩国半导体产业的生产，韩国半导体大厂多次陷入光刻胶紧急状态。为摆脱卡脖子的困境，韩国政府加大对这些原材料的平替研发和进口支持力度，但这3种材料涵盖的细分种类繁多，尤其是光刻胶领域，韩国企业技术储备不足，无法实现自给自足。尹锡悦上台后，以韩方成立基金会代替2战期间强征韩国劳工的日本企业进行赔偿的方式，强推与日本和解。虽然遭到韩国国内的强烈反对，但日方十分欢迎。今年3月，日本经济产业省撤销了3种材料的对韩国出口限制。4月，韩国率先将日本重新纳入白名单，与中国、美国、英国、法国等国享受同等的贸易手续简化待遇。战略相关物资的出口审批时间由15天缩短至5天，所需文件也从5种减少为3种。但日方表示，该国国内审批程序复杂，因此韩国在2个月之后才重新回到日本的白名单。此次日方将韩国重新拉回白名单，意味着双方持续4年之久的贸易争端暂告一段落。但在这场博弈中，日韩互相拉黑的主要原因是两国间的历史问题，而现在的矛盾化解更多是由于韩国政府采取了单方面让步。这种表面上的和解其实并不意味着双方的历史问题真的解决了。韩国民调显示，59%的民众反对政府提出的由韩企补偿战时劳工的方案。由于几十年的和解失败，韩国民众对日本政府极不信任。而在日本方面，鉴于自民党内保守派系的强大压力，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可能很难驯服国内的历史修正主义和否定主义，找到向韩国做出回报、为长期和解奠定基础的办法。因此，有分析认为，随着今后韩国政治的变化，历史问题如果再次冒头，不排除日本再次将历史问题作为抓手，把贸易问题武器化，恐怕届时两国贸易争端还会再起。不能够忘记韩日之间的那种民族仇恨，很难预料说日本跟韩国之间将来会不会又在这个所谓既有的那种仇恨的基础之上，又添加了一些冲突的因素在里面，我们不敢保证。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在贸易领域和解，日韩还加强了科技合作。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27号在首尔同日本文部科学省举行科技领域司局级会谈，两国中断长达12年的科技合作机制由此恢复。韩科技部表示，今后将与日方构建例行协商机制。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日本称重新把韩国纳入贸易信任伙伴白名单，您怎么看？对韩国有哪些好处呢？主持人好，日本呢之所以将韩国纳入白名单，是因为韩国率先向日本举起了白旗。今年呢，韩国总统尹锡悦一改以往韩国政府的强硬，不仅呢让韩国企业自筹资金替日本偿还战争债，还进一步的向美日靠拢，在乌克兰危机上站在美日一边。甚至在中国台湾问题上都和美日站在一起，日本呢因此要给韩国一些好处，便给韩国开出了白名单。而韩国呢，同时也放弃了在世贸组织对日本提出的申诉，并将一项军事情报分享协议呢正常化。用韩国反对党的话说呀，就是尹锡悦呀不仅低头还要弯腰。日本呢把韩国纳入白名单，相应的韩国呢也将遵守这个白名单的附加条款，比如说呀，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出口管制从57种增加到800种，涵盖建筑、机械、这个炼钢、汽车、半导体和先进计算机等领域。就是说呀，韩国呢主动放弃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市场。日韩两国的贸易关系算是修复了，但是呢，韩国也在跟随美日制裁俄罗斯，丢掉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市场。这是的事实，那么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呢，才能得到检验。很明显是日韩和解呀，更多是出于地缘政治上的站队，而不一定是为了经济利益。根据日本媒体报道，美日韩领导人将在8月底举行3国峰会，讨论朝鲜核岛问题和中国问题。那您认为这3国能组成更密切的联盟吗？日韩和解的背后站着美国，按照美国的外交套路，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联盟呢是至关重要的。为了推行美国的印太战略，维护霸权地位，美国进行了一系列拉帮结派的活动，组成所谓的印太经济框架、四方协商机构、奥克斯安全协定、芯片四方联盟和蓝色太平洋伙伴等等。这些团团伙伙中呢，韩国的地位重要，但是韩国呢似乎在边缘。因此呀，这美国呢就撮合日韩和解，这样呢就把韩国拉进圈子里来了。但是呢，这只是大面上的，日韩的很多结构性矛盾是很难解决的，会经常引起美日韩内部的争端。你比如说呀，日本强征劳工赔偿案能否最终软着陆，还有待观察。韩国社会和在野党呢，普遍的反对尹锡悦的政策，称之为最差的屈辱外交。尹锡悦之后的下一届韩国政府会不会反其道而行之呢？日韩两国呢还有独岛争端，韩国民众对日本排放福岛核废水大多呢也是持反对立场，会不会引发对日抗议示威潮呢？那么在军事上，日韩也是同床异梦。韩国呢是想依赖美日对付朝鲜，而日本呢想依靠这个美韩啊应对中国。那么韩国和对日本的扩军呢也是保持着警惕。所以说呀，这日韩能走多近，日韩和解能维持多久都是问题。日韩之间呢有抵触，这美日韩联盟呢就不会太密切，随时可能会散架。